好，今天是第4章第6次上课，第4.5节会考哦，4.5节记忆体会考哦，哈，那期末考试在这边哈，那这页数学太多了哈，就不讲了哈。那我们记红框框这个就是 FN Turing 公式的那个简化版哈，FN Turing 公式的。简化版哈，然后记住这个1万哈，1万就是上面这个就是特诺阿塞的电压哈，就在这边哈，特诺阿塞电压还蛮复杂的啦然后最重要是 D1 的厚度，最重要是 D1 的厚度哈，D1 的厚度，D1 的厚度最重要，D1 厚度越薄哈，那就是越强，D1 厚度其他都是参数。所以D1厚度是最重要的哈，D1厚度最重要。对啊，所以介于5到10纳米之间，电压大概15到20之间的大概就是约略是这个值约略是这个值约略是这个值好，那这个 Mirror Window 怎么算呢 ？DRVT 呢，就很简单，Q 等于 CV 嘛，Q 等于 CV Q 等于 CV。那这个是注意一下单位它把面积把它归一化所以我们电容是电荷都是在单位面积的电荷，然后电容是单位面积的法拉那因为电荷为电子电荷为Q 为电子，电荷为带负电，负得正嘛，所以我们记绝对值就好了。所以纯入电子随手就往右移纯电子就是写入电子往右移那个 IV 克服往右移，抹除电子往左移，就是那个电子曲线，电子曲线纯入电子往右移，抹除电子往左移 ，OK。好，哇，这公式也太多了啦那也不用特别记了我只要记几个我打红框框的公式就好了啦这公式太多了这个你修记忆体的课会修这个会再教很多很详细了那这边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从这个公式里面我们要求D2 大于 D1，就是2楼的厚度要比较高，但是我们要 C2 要大于 C1。那因为电容跟这个厚度是相反，是相违背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增加面积来解决，就是我第一个可以用从电容公式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增加什么增加包覆式就是做成环绕式的这个包覆式，还没有环绕了，包覆式杂集 wrap gate wrap gate 这用 High K 材料，High K 材料High K 材料。事实上，现在 High K 材料也已经用上去了，是用在那个不是 Tensor 不能用 High K 是用在那个Control Gate 跟 Floating Gate 之间用 High K 材料三星就是用 High K 材料三星用 High K 材料好，那这是典型的 Mirror Window 跟那个Programming Speed Programming Speed 的图这好像是我们做的，这张好像是我们做的，这我们早期 paper 做的你用18伏的 FN 的话，你看你随着时间 program 时间增加，你的 Mirror Window 就会增加那 Erase 一样Erase 一样Erase 一样 ，OK。好，就是说我写入时间越长我写入时间越长在这边公式在这边写入时间越长我这个就越高不教那么细了我只要大概讲最精华最重要的部分就好了好，这怎么重复了这怎么重复了？好，那边这就不讲了这就不讲这怎么重复了这怎么重复了？好，再来讲我们讲那个 Flash 的可靠度分析，其实Flash 速度都很快啦，
你可以看这边哦，其实 Flash 速度操作都很快，写入电子啊，因为靠穿式教也蛮快的哦。你知道那个 GASI 那个5、6奈米都很快啊，哦，你知道长得控制得很好，其实都很好控制，然后主要是很好控制。那其实写入模组都不是大问题，是可靠度是大问题。注意哦，逻辑元件的话，逻辑元件的话是效能是第一考量。那记忆体元件呢，可靠度是它的第一考量哦，可靠度是它的第一考量哦。因为你记忆体慢一点，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你的记忆东西消失，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对不对？你想看看，CPU 很慢，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或很热、很耗电，你没有办法接受。那记忆体很慢，你还可以接受，我慢慢写嘛，写多等个几秒还可以接受。那你记忆体，你宝贵的资料消失了，哦那你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现在很多人玩比特币就密码，结果他记忆体，比如说坏掉了怎么办？他的比特币不见了耶，他的比特币里面不见了，他区块链不见了耶，怎么办？他区块链存在他硬碟里面坏掉了，那哭哭哎，唧唧呢，是不是？哦，所以可靠度是记忆体里面最重要的最重要。所以记忆体是可靠度摆在第一位，那 CPU、GPU 是效能摆在没有效能摆在第一面啊，千万记住这两个差别哦。千万记住这两个差别所以那记忆体呢，我们就是通常我们最注重两个两个关键的指标，性能指标，一个叫做哦这个 retention 就是说这个叫做 retention 叫保持度啊，保持度叫保持度保持度就是资料的保存能力啦，资料保存能力，那中文翻起来很怪啦中文翻起来很怪了就是说，哎，我这个记忆体放10年，我们标准工业规格都是10年，就是你一个相片或你一部影片我放在一个SSD 里面它现在存起来，封存起来放着，放在保险箱里面10年后拿出来还是可以播放一模一样的品质这样要求叫10年，现在要求是10年的10年。工业规格要10年啦，商业其实没有啦。坦白说，3年就偷笑了。像手机你用到3年嘛，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在很多那种，现在尤其是我待会讲 MLTLC 啊，坦白说3年，它顶多给你3年保嘛，对不对？3年坏掉就你家的事啦，对不对？所以它工业规格公规的要10年哦，尤其汽车的是保证你要10年是基本的十年，然后就是放资料要保存10年10年你不可能真的厂商用10年去试嘛，这个厂商可不可以活10年都不知道嘞，对不对？所以是用那个高温之下用那个外插法得到，那这有一套后面有一套那个故障分析的理论了，这我不讲，专业的记忆体的课会教，我就不讲了另外一个就叫写入抹除的次数英文叫 endurance endurance 我们一般是要求10的5次方就可以写10万次可以写10万次可以写10万次，那事实上也是胡乱的。工业规格要10万次，一般的商用一般的民生用consumer 的消费型产品呢，1000次就偷笑了，1000次的偷笑。我大概解释为什么1000次就偷笑了，好不好？因为现在你看随便买都是1T 2T 的，请问一下，你会每天在那1T 2T全部给它格式化再重新写入吗？重新把它灌满吗？今天你每天的功课就是早上起床格式化，然后格式化完全部再重新灌满灌满有的没有的那个中午吃饱饭再格式化，然后再把它重新灌满，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一天呢，你用到你的记忆体1T假设用1T 比较简单你顶多用到它1%啦，
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一般现在 TLC 大概顶多只能用1000次而已啦，因为它会均匀去分散去磨写，就是你同一个 cell 不会让你重复都那一个写到，会均匀去磨写这样子，会均匀去磨写这样懂意思吗？懂意思吗？一 T 不是都是那一颗去重复磨写10万次啊？不是，大家是平均去磨写，所以1000次就够了，知道吗？容量越大，这个的 endurance 的次数可以接受越少次，可以的，因为你不会每天吃饱没事干，一 T 全部在磨写。好，这边的话就是宏康科技这个的，它这个做的很好，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我大部分都讲过，你们自己去看这个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看好不好？自己去看。那这个请你们也自己去看这可靠度分析，做一些材料分析。在材料分析之前的课我也都讲，只是这边是用在记忆题。那记忆题当然也要做材料分析。我说现在记忆题记忆体很重，这个材料分析很重要。我现在又要唱歌了，唱歌加强印象。你是我的眼，懂吗？没有这些 T 验，没有这些高深的这些高精的这些材料分析的话，你现在怎么做奈米等级的这些半导体的这些工程啊？那简直是开玩笑啊！没有眼睛啊，你没有眼睛怎么开车？我们怎么走路？开玩笑，你看，所以自己看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NAND 的眼镜呢，先讲 NAND，我后面再讲 NOR 因为 NAND 是主流了那 NOR 现在越来越重要以前 NOR 可能几乎可能搞不好十年前有一阵子 NOR 好像几乎快要消失了，就后来又因为某些像5G 汽车物联网又起来，NOR 反而变得很重要了那我们先看 NAND的话，2D NAND 早期1997就是施敏教授发明的1971年施敏教授发明的，他还没有申请专利。他那我上课，他跟我们开玩笑，他真的讲了也不是开玩笑。他说发明这个他也觉得没有什么用，而且他还没有投稿期刊，他就投稿到那个内部那个贝尔实验室的内部杂志这样子就好像那个你们什么，好像我们台大好像什么不是清大内部学刊这样子或者说你们什么什么清大学生学会学报这样类似这样就是或是毕业感言这样，他就发表了这样子，但是大家知道他是他做的事的好好笑没有发表在 SCI 期刊什么 IDM、ESI 都没有，就发表在贝尔实验室的内部期刊，内部还不是期刊内部报告而已他说他没有用，他说觉得这个没有用，好笑，就改变世界。好，那第一个就是然后那个现在还是在用，特别现在是汽车电子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汽车电子要武装到轮胎去了那个连轮胎都有气压侦测器嘛，对不对？到处都有汽车每一个角落都有电子产品，的，对不对从天窗照后镜到轮胎都有了，对不对？真是盖里炮，真的是好。好，最后面呢，就是说一直为说它会有漏电的问题呢，会有漏电的问题就改用所谓的charge trapping 的方法charge trapping 的方法，charge trapping 它简称叫 Sonos 那先记一下，我待会讲什么叫 Sonos，它是利用charge trapping 的方式Sonos，它去因为 floating gate 它本身如果我说 floating gate 本身它是淡淡的 N 型半导体嘛如果你存很多电子的话，它会变成 N plus 的gate 对不对？N plus gate 就非常接近导体。那两个导体之间会有电容的耦合效应嘛？那你这边1伏，这边比如说这边10伏，这边是5伏，那两个会彼此 couple 嘛？它可能会变成8伏，这边可能会变成7伏，对不对？好，那这样会影响位元的判断，
所以说，如果你一直萎缩下去的话，如果离很远没关系，离得很近就有大问题咯。那干脆就是说哈，我们用绝缘体哦，用 nitride 哦，用把电子存在氮化系里面哈哦，去取代那个fluorine gate 可不可以拼错了 coupling 的效应啊取代去去降低就是降低这个 fluorine gate 的 capacitance coupling 的 effect 那减少，当然也可以减少那个减少electron 的 leakage。我写在中文写在下面了大家看一下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了自己看了就说那个这对 fluorine gate 而言silicon nitride 绝缘体优点是什么？彼此储存位元不容易电荷耦合不容易电荷耦合造成那个准位电压的偏移，造成位元误判，亦不会因为一个位元的 turnout 漏电而整体的导致所有的电荷的遗失的因为绝缘体嘛你想N plus fluorine gate 是一个导体，那一漏电会全部漏光对不对导体一漏电全部会漏光，那是那个nitride 的话是绝缘体嘛，对不对？它漏就是漏那一个地方，对不对那fluorine gate 你可以想象一个大水桶，一个破洞全部会漏光，那 nitride 是无限多个会变成100个小水桶，漏一个小水桶就是漏那一个小水桶，99个还在，这样懂吗好，那这个只存在非常短几年的时间，后来非常非常变态这个东芝跟三星同时发展3D 的 NAND flash 因为这个萎缩到这边没有这个再萎缩下去没有办法，直接就这个大概只存在个2-3年而已，马上转入3D 所以这个存活期非常长，可是它的基本的这个元件留下来了，它变成做成圆形的圆柱形的圆柱形，也就是说我们原本住透天的原本住那个别墅改良版的别墅，那变成什么改良版的什么立体大楼。再讲一次原本住透天改住别墅，改做改良版的摩天大楼，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类似这种概念现在已经好像最高好像做到200多层了，好可怕好变态，高傲不止你们就可以估看今年做到几层了，有过那个变态的啦，实在是真的有够变态的这是比变态的，记忆体真的是都一样逻辑元件也在比变态什么5纳米、7纳米的，那3D Flash 在比变态，比那个叠层多的啦，比那个盖高楼的啦超变态，你们可以查一下今年几层了，搞不好300多层很可怕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你看现在 SSD 随便买跟垃圾一样便宜，以前买好贵买个200，我记得我第一颗128G 要5000块呢，然后 Intel 呢就全民公测1年就挂呢，它标榜什么3年保，一颗换一颗，结果来给你全民公测，你知道吗？还真的就一颗跟他换一颗呢，气死我了！你资料都没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才慢慢稳定下来。你现在几乎随便买都是3年保、5年保的，对不对？然后现在一 T 的垃圾价1000多块，以前是128G 5000块呢，就是因为3D NAND 的发明好不好？好，我们讲一下那个 Sonos 你不要跟 Sonos 跟上面的那个 ONO 的那个 Interlayer Dielectric 搞混Sonos 的话，我们看一下，取它字头从里面往外看Polysilicon Channel， 然后 Oxide Tone Oxide、Nitride Trapping Layer， 然后 Interpolar Dielectric Oxide， 然后 Control Gate Oxide， 这叫 Sonos， 各取它字头叫做 Sonos。那 ONO 的话Sonos 的话 Tone Oxide 可以薄一点，可以薄一点因为它不再用 floating gate， 它比较不怕漏电所以它可以薄一点了啦原因在这里，再写一下，比较不怕漏电，可以薄一点。我们说，如果你用传统 floating gate 的话，你的那个
，Turn on 要5到10嘛，那这个可以薄一点，因为它比较不怕漏电，哦，比较不怕漏电，薄一点好处也是说，它可以比较快速的操作，比较省电的操作，好不好？然后这个它是做 Gate All Around 哦，它直接做 Gate All Around 哦，它会有比较好的 Gate 控制的能力哦，它 Gate 的控制能力。那这边就是做 Poly 的这个，他们这个叫通心粉结构啦哈、哦，通心粉结构，它是做 Ultra Thin Body 这样子啊、Ultra Thin Body。那用 Silicon 当 Discrete 分离式的 Trap 啊、它也比较好的 Good Retention 啊、Low Coupling。low coupling 就是没有不像活电 gate 的电容耦合效应low coupling low coupling low coupling 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图会考试，这个图会给你们，你要写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好不好？写一下它有什么特殊的优点特点或优点这样子，特点就是优点嘛，就是说这很难分啦，反正你写一点，比如说我就算你1分，类似这样子好不好？那再看一下那个3D NAND 的演化，这很复杂，不要特别记啊，反正你就大概知道有各种 3D NAND 设计的方式，也不用去背了，反正你大概就知道。好，我们要记龙头三星的就好了啦，其他的，也没有，你不见得你要去做那个，干嘛记那么细？就知道龙头怎么做，就大概欣赏一下就好了，知道原理就好了啦。好，那我们这个 Intel 美光集团的话，它不是用 Sonos，它还是用14 Gate 做3D 的这唯一差别，它是 Intel 三星集团就是Intel 美光集团，大家都用 Sonos，唯一他们例外，他们用14 Gate 他们这两个拉的比较远，所以它 Gate Coupling 的那个 Gate Coupling 的就可以就解决掉 Gate Coupling 的问题啦。那他们可能还有别的技术，怎么减少漏电？那他们有独门技术，当然是商业机密了好，那这个是三星三星现在是主流啦。那全世界其实最大量也是三星的，像我们知道Apple 用的东西的零组件都是最高档的嘛，对不对？它都是用三星的颗粒它都是用三星的颗粒，像 iPhone 13MacBook Weibo 全部都用三星的颗粒，包含它用的面板也是三星的 AMOLED 的面板，所以苹果已经帮你品管好了，三星的颗粒就是最好的所以不要怀疑三星的 Flash 就是最好的，不要怀疑，怀疑就输了。所以你买最贵的 SSD 一定就是用三星产品，就这样，1分钱1分货啦。当然，苹果有果粉的信仰，要加价一点点的那其他就是1分钱真的1分货了好，那这个 Name Flash 其中一个 Cell 把它放大，其实它就是一个 Sonos 的结构，是一个圆盘状的一个圆盘状的 cylindrical 的 Sonos，cylindrical Sonos，cylindrical Sonos，我们看到它一个 cylindrical Sonos 这个跟大家有讲过用 Sonos 那一串不易电容耦合，然后也不会漏电不会漏电那红圈圈围起来，他们有做一个小小的修正了我们讲 Turn on Oxide 都是用Dry Oxide，它这边稍微有做一点修正，它把 Nitride 把 Nitride 加 Oxide 这个结构可以降低 FN 穿隧的厚度、距离或厚度了这比较细节啦，你考试不必特别写，你就写下 Dry Oxide 就 Sonos 就好了啦。这是稍微有点 advanced 搞不好这三星放烟雾弹也不一定啦。叫人家去做就都死掉也不一定这有时候讲公司的话，只是看看现象，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做？Intel 比较老实，是这样做。三星的话，sometimes又要打问号那真的要去切这个 TEM，那这个切出来 TEM 是这样，应该就是对的啦。如果在 conference，就是公正第三方去切，应该就是对的。如果他是在会议发表，一些公司在会议发表的3号你要打一个 question mark。那第三方公正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对的了那这太细节，这原理的话就是降
降低 FN 的穿隧厚度啦。那细节很深啦，要会画能带图，这边超出我们范围，我就是不再深入了。好，这是我们发表的哈，你用一些 High K 材料也可以取代，早期很多人在做这个啦，就取代 Nitride 啦。不过这个也是做心酸啦，最后面还是 Nitride 最好，一样跟那个抹除方法一样，终究还是 FN erasing is the simple and the best. Eventually, the charge trapping layer, the nitride is the simple and the best. 啊，这早期我们是用哈弗内阿塞 use 的charge trapping layer， 但是特性也不错啦，那也不错，那人家为什么拿出来就照用就好啦？那你这一样啊？那哈弗内阿塞又比较贵，又比较难，就这个制程又比较相容性又比较不好，过去的哦，这我们做的啦，这我们做的啦，10年前做的啦，10年前我就做这个啦，我们自己做的啊，对不对？就跟你讲啊，其实啊，这个我跟你讲，这是记忆体很好做，10年前我们就做了，对不对？10年前就做，而且是做分费啊，对不对？这很简单呐，10年前还在 Plana， 我们就做分费啦，这很简单呐，这做 Nanowire 这很简单呐。我在强调不是说我一直讲，我就说我不是说这边卖到说我们很厉害什么什么的，而是鼓励同学，就是说我们是平凡人，我们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了，好不好？哦，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过度碰红啦，脚踏实地啊，我们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了，而且我们10年前就做得到了，知道吗？好，这自己看。好，我们这个 MultiB 稍微讲一下哈，MultiB 哈。那我们知道 Single， 我们刚刚讲都是 Single 的，刚刚讲都是 Single 的啦，就是0跟1，0跟1就是这样 Single。那后来哈，这三星也很变态啦，还有头绪8啦，早期都三星跟头绪8，大家知道头绪8后来倒了，你知道吗？唉，竞争太激烈了啦。好，没有真的倒啦，他跟美国合作啦，现在叫凯霞啦，啊，取了好怪的名字叫凯霞，中文乱翻的啦，头绪8现在叫凯霞啦，但事实上啊，我们主体还是头绪8啦哈。那你就用电压来控制啊，如果就是靠电和储存的量，我们可以储存量越多，就可以把电压分成储存如果你以前精准不太好精准控制，就储存电压就分电压就。这跟电量比嘛，电压就正比电量嘛。你可以很精准控制电量的话，你可以精准控制的电压嘛，那你要那个 SLC 就是0跟1嘛 ，MLC 就是4个电压变化 ，TLC 就是3个数据叫8个电压变化，就是2的3次方这样子。那要求是什么 ？BTS 要精准的控制，那个储存量要大floating gate 好处是储存要大 ，cell size 要大。也不是好处，特点啦。那 charge trapping 的话 ，delta VDH 小 ，cell size 小，但是 VDH 就比较小，你要精准的控制。那三星不晓得什么鬼技术啦，三星用 charge trapping， 照道理 charge trapping 存的电子会比较少，道理比较难做 TLC，MLC 勉强，就三星也能做 TLC， 甚至 QLC 也可以，不晓得什么鬼技术啦，真的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什么鬼技术 ，QLC 也可以，就是2的4次方啊，就是有16个这个位元，16个电压差的这个分布，这个什么鬼技术不知道了哈，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原理很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LS，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买到的都是 TLC 的，那 TLC 其实汽车电子不会用很危险这个我们大部分手机都是用这种的，电脑也是用这种的，它坏掉就坏掉，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控制 IC， 像群联就是做控制 IC 的嘛，坏掉它可以把那个整块的把它封住，不要用，反正一 T 嘛，对不对？甚至有4 T 的嘛，那甚至4 T 它坏掉1 T 都没关系，封住不要用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它可以用软体骗你啊，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可以用软体骗你，所以他用 TLC 啊，我觉得坦白说应该有在骗。他说号称4 T，你根本用不到4 T，
第一个你用不到，纵使你用到，他还故意让你觉得你有用到，你知道吗？很贼啊，里面可能会把你压缩。那有些地方可能坏掉了，你想想看，要那么精准控制到 TLC，其实很不容易的哦。那这是鬼故事，我就不讲了哦。那是商业机密了哈、就不讲了哈、那汽车电子没有，这不能这样搞哦，那死人了。那汽车电子都是用 SLC，好不好？汽车电子都是用 SLC 啊、然后这个自己看，然后这个也自己看哈、这最终的二 D 哈、我想说日本原装的二 D 车用电，这用在车用的啊，二 D 3D 车用不用3D，车用不用3D，那是你是找死啊！哎，汽车出人命，在台湾是没不会，在台湾不要不给你在美国、日本试看看啦。你只要汽车撞死人了哈，保险保不够，就算保够也要坐牢，保不够你这辈子就完了，就破产了啦，就不要就去蹲大牢了啦。台湾是不要不给，你知道吗？哦，那中南我们不是南向政策嘛，这是这不能讲啊，这个好就这样点到为止。哦，所以汽车电子要求安全非常非常严格了啊。好。好，这个讲这边很重要啊，no 跟 name flash 这边打星星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架构哈，其实 no 跟 name 哈，它的其实差不多啦，根本都差不多，唯一就是它的电路方面不一样啦。它的这个 no 它的 bitline 这在我看一下哈，就是它的差异就是说source 跟 bitline 设计不一样，这 bitline 全部一样。它这个 source bitline 它还多一个 source line，所以它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它是一个区块才是，它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它是一个区块的一个区块，它是说写一个区块，比如说16个是一个区块，或者64个是一个区块，但是 no 是一个 cell 就是一个 cell 就是一个 cell 就是一个，那这个可能是64个是一个区块，64个是一个区块，好，所以这个是串联式的，这是并联式的，所以呢，那就是因为它的电路设计不一样，所以它的特性会不一样就是说 no 它的读取的性能十分的卓越但是写入抹除就差强人意，这句话这个话很让人误解啦，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要去写入，它是一口气写入64个，如果只写单一个 cell 的话，还是它快，还是 no 的快，可是 NAND 是陶假波，它一口气写64个所以说这句话是有点就是要两面解读啦。如果单一个 cell 的话，还是 no 快还是 no 快。如果因为 NAND 是一个 block 写入，它一口气写64个，那当然是单位 cell 它快是这样的意思的大家千万注意那由于它的快速的读取也可以写入也可以写入所以叫晶片内执行，那这是很好这很好就是适合嵌入式设计，包含电子化汽车e-car 包含自驾车然后包含很多电子配备的这些先进的那个电动车、自驾车电子辅助车我们叫 e-car 或是 AI 5G 工业电脑Industry Basic 还有等等 AI 机器人等等都需要这些，因为都要一些程式码去运作，而且那个程式码常常要更新。那特斯拉不是常常在更新那些地图常常在更新它的自驾那个程式码，它里面就要很多 NOR Flash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自驾车就是这个很重要，这样子这个自驾车这个很重要。那 AI 这些也很重要 ，AI 还有5G 时常要更新韧体时常更新韧体那你用 NAND 就不太方便就不太方便不太方便速度慢又很容易错。重点是
用在这些地方的场域是不能出错，不能出错的。你依卡错，你 AI 错，你工业手背在那边错，你整条生产线就毁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 No， 因为 AI 自动化这些依卡这些出来以后，这个 No 变得很重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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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那变成这个又不错了而且这个 embedded memory 也很重要那当然，其实这个市场还是最大，NAND 最大啦，NAND 大概占90%的市场了，我坦白说啦。那这个 No， 因为自驾车，可是这个市场还是没有 NAND 大，因为你每一个手机、每一个 PC、每一个3C 产品，你都要 NAND。你看，你光手机一年就20兆的市场，你光记忆体就多少了？你电脑也是，电脑加笔电也20兆，这样就40兆了，妈咪呀！再加其他无为我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所以 NAND 还是最大的市场，NAND 才是最大的市场，No 其实大概只有1成或1成也够呛了，真的1成也大概有几兆，1-2兆，够呛了，也够呛了，好不好？NAND 才是最大，为什么？三星只做 NAND，因为是最大的一块。那块肉最大，好大，最大那块肉，知道吗？为什么三星不做 No， 只做 NAND、3D NAND？因为那块市场最大，超级大，知道吗？好，还有伺服器，还有资料中心呢，都是 NAND 呢。我的老天了，还有资料中心呢，资料中心也好几个，也是10兆资料中心好可怕大家每天那个 YouTube 生产一些垃圾影片出来，对不对？好可怕它以后还元宇宙呢，都是垃圾，一大堆垃圾，每天一大堆垃圾，生活中充满数位垃圾，对不对？那都要靠什么储存？都要靠 NAND 数位垃圾都要靠 NAND 去储存对不对？好，连比特币也是都是我还不晓得这个时代变这样，我们身处在数位垃圾时代好，接下来讲这个，还有这个大概10分钟再讲2个记忆体现在很受瞩目的一个是铁电铁电记忆体铁电记忆体，那一样我们记忆体最终就是要形成电子曲线，那我们就讨论电子曲线怎么形成就好了。那 retention 跟 endurance 都是一模一样的，要求都是一样，10年10万次，好记一下，10年10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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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不好意思这也是我们做的这也是我们做的我在这里不好意思这跟吴永贤老师他们合作的那其实我们系在这边蛮强的那个虽然我们系排名不高我觉得你们留下来，我讲你们蛮幸运的啦，真的啦，我觉得你们蛮幸运的啦。虽然我们系分数不高但是我们是隐形的好系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吹牛啦，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啦不信你就输了啦。我们系如果做半导体的话，台积电直接1升2，我们去台积电实习就签约，直接就签约走了啦，真的啦你不信你就输了啦好，不信你不信你等到我们实验室通台积电毕业，结果你就这样子不信你就输了，我跟你回家妈妈讲妈我输了，毕业夜我输了，就这样子OK。当然，台积电也没有说比较好啦，很超啦，很超啦，对不对？你不喜欢超也不见得要去啦，好不好？也是很超啦，行出状元啦，好不好？行出状元啦，只是说台积电现在比较夯啦，也许5年后也不见得啦，好不好？行出状元啦，还有很多领域都可以去做啦，但只要你要好的，你要有专业，你要有商业头脑。我们现在讲 IQ、EQ 还有 FQ。FQ 就是你要有好的商业头脑，三者兼具你才会成功，好不好？好好记起来 ，IQ、EQ、FQ。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智慧到底有没有到这里啦？好好想一下啦，拜托啦，IQ、EQ、FQ，你想不透，你这辈子就完了啦，就真的输了啦，真的就输了啦，好不好？好。
这个讲话太大的头昏了，然后闭眼一下。好，铁电记忆体它其实这跟那个 FET 跟 FinFET 是一模一样的，它只是说把这个 哈弗尼阿塞改成 HZO 是哈弗尼扎科尼阿塞。这个材料很有趣哦，它是铁电材料，它是铁电材料哦，它是铁电材料。那它也可以做出 memory window， 它也可以做出 memory window。那只要有 memory window 就可以做记忆体哦，只要有电致曲线就可以做记忆体。我再讲一次，只要有电致曲线就可以做记忆体。我管它什么电致，管它是什么材料，只要有电致曲线就可以做记忆体。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电记忆体，它的电致曲线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好不好？是怎么来的？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一个 N 费的哈，一个 N 费哈，一个 N 费哈，这是 N 费哈。我们如果加一个五伏100 NS 的话，是不是加一个正的脉冲？正的脉冲，因为 HZO 哈，它会极化。它会诱导极化，它是说极化下降会这样，因为铁电材料你把这脉冲移除那个极化会存在这是铁电材料的定律，它极化会残留，极化会残留极化会残留这时候因极化朝下会吸引朝下且残留了残留就是说拿掉电且残留我这档案会寄给大家了。残了一欧流，残留就是说那个电压拿掉，它还在啦。一般不是铁电材料，一般介电材料的话，像哈布尼亚塞的话，它拿掉就不见了。铁电材料是电压拿掉，它还在，这叫残留，残留的电极化这就是铁电材料的电力，就是电压拿掉，它的 P 还在，这叫那个极化向量，好的极化向量。那其实你电机物理的光电都有学过啦，你说你不会，你不要这样子啦，那笑死，不要这样子啦，以前呢，那学过就学过，你说你这边不会，人家听都听不懂，那这样不对，要回去再看以前的书啦，这是以前电子学都有教，好不好？我们这边一般的都是念电子电机材料的。除非你是化材领域的，你可能不懂。那其他不懂，你真的是你要想一想要想一想 ，think about that， 好不好？铁电材料这会残留会残留这时候你会吸引什么？因为极化定律是极化这个 dipole 里面的那个。dipole 的那个负电荷到正电荷，这个 P 是向下嘛所以它那个里面 dipole 的那个诱导的那个正电荷会在这边，所以会吸引这个通道电子在这个 silicon 的界面处，那吸引到这边吸引到这边它都会形成一个水手的下降low VTH 的 state 反之那这个的话这个铁电反而这边叫 program 低的组态叫 program， 很讨厌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有定义跟这个 flash 又不太一样，很讨厌，都没有统一啦没有关系，管它 program 一类死，反正就是要两个高电压跟低电压的状态形成电致曲线就好了啦好，再来。反之你形成一个负的脉冲负五伏100 NS 的话那你这个残留的极化量这个拿掉以后脉冲就是只有这么小的时间拿掉以后这不是一个 DC 这是个 AC 的脉冲拿掉以后这就会吸引这个正电荷在这里，然后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个 high VT 的 state high VT 的 state， 那两个 VT 差就会形成一个电子曲线这个差值就叫做什么 memory window， 它是不是跟 flash 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那个图形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不是？只要形成这种电子曲线，就可以当什么记忆体，非发型记忆体。只要形成这种电子曲线，就形成非发型记忆体。OK，啊，那其他 redemption endurance 那两法都一样啊，就10年10万次，10年10万次，10年10万次。OK。好，再来讲电阻式记忆体哈，那这个发展的比较早，现在已经有少部分 embedded memory 已经量产的 ，standalone 的没有 ，SSD 的没有 ，flash 的没有，standalone 的都是 flash 的天下啊，都是只有 embedded 台积电，我想我不能大家单指台积电也不想秀它，这不是什么机密啦，这所有大厂都有啦，你喊得出来都有啦。哦，市面上股票上市的大厂，全世界都有了啊。这他们自己都有公开说明书啦，这不是什么机密啊。这个电阻式记忆体哈，也是非发性记忆体哈。它是用哈弗尼阿塞之后，这哈弗尼阿塞奇怪，这个材料哈，好像万用工具人一样，到处都有，在逻辑元件当氦贴材料，在那个铁链材料加掺杂力啊，变 SU 变铁链材料，在这边又充当这个电阻的材料，这个哈弗尼阿塞简直是跟二氧化锡简直是可以匹敌的，真的万用工具材料。哦，这是万用工具材料哦，这是人类真的很有幸找到这个材料。所以念材料真的也很重要，辅以周星找到一个好材料，真是可以改变这个人类文明啊！哦，念材料的同学真的，我是觉得，当然念材料的同学有时候会觉得很闷呐、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人家的那个。好，不能再讲了哈。但是你们哈，你们感觉说你们都抽到都小奖，可是万一你抽到你的奖是最大那一个哦，你会得诺贝尔奖哦，其他的都不会哦。你那联发科那个不可能哦，你材料系的有机会得诺贝尔奖哦，他物理系的更辛苦，物理系的都是好苦哦，做东西都好苦哦，很辛苦。可是物理系是最容易得诺贝尔奖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哦。其实天底下还是蛮公平的。物理系做什么低温超导啊，说什么太空啊什么的，很辛苦啊，找工作也不好找啊，就很辛苦，要熬个40、50年这样。那可能一辈子很多人得不到，可是一旦得，就是一旦成功，就是诺贝尔级的。哦，这是公平，我真讲，这是公平咖啡交易，公平，大家都公平，哦，公平，哦，这是风险投资，风险的概念，高风险就高利润，低风险就低利润。我讲学术上啊，学术上，聪明的就懂，好不好？聪明的就懂，我点到为止哈，聪明的就懂哈。好，一般 RN 的，我们看 RN 的切换机制啊，我们开始要讲它 RN 也有电子曲线的啊。RN 现在普遍最能够接受就是这个导电阻丝的理论叫 filament theory 啊，theory。那最主要的切换机制是氧空缺的机制啊，此氧空缺可以作为传导电子的路径，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哈弗尼亚塞嘛，哈弗尼亚塞里面有很多氧空缺，叫阿塞 vacancy，我这边忘了打英文，叫阿塞 vacancy，阿塞 vacancy 这个红点点就是阿塞 vacancy，阿塞 vacancy，那这个可以传导电子，它没有氧的空缺，那边电子可以在那边 hopping 这边跳，hopping 其实有一个量子，也是量子传导的机制啦，那大家不是很熟，这个理论还不是很熟。那英文他们这不熟，所以乱叫名字叫 hopping， 叫跳跃，电子的跃迁叫跳跃。那到底怎么传导？是一个量子的机制啊，因为也观察不到了，那就叫 hopping，叫 hopping。我们爸爸就讲电子就是电子主要看，其实电子在半导体的移动就是运动就是3种啊，一个是靠电场的漂移电流靠浓度差的靠浓度差的扩散电流以及穿隧电流。那穿隧电流有5花8门，有 F-n tunnel、direct tunneling，
那还有这种 hopping 也是量子的这个穿隧电流。穿隧电流五花八门哦，有五花八门哦，有透过缺陷穿隧，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像这个就是透过氧空缺的穿隧电流。那英文那个，因为我们也没有公式出来，那我们简称就是透过氧空缺传导的电流哦。那如果你再去看，他们都叫 hopping 跳跃 hopping， 就鬼扯就对了啦，因为不晓得原因啦，就鬼扯。因为是做材料、做化学，就鬼扯就对了，或做电子的啦，物理不是很深啊，就叫 hopping 就对了啦。包含有机电子也是这样叫啦。你做有机半导体的，他们传导叫 hopping， 那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hopping happy， 到底是什么物理机制？不知道，其实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了。大家人类还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原分子这个在里面那么复杂，电子跃迁的量子跃迁的行为了啊。好，那目前以哈弗尼阿塞为主要的MIM 的结构了哈，因为这个都做成 MIM 啦，这个不能做电晶体啦，这个不能像做 Flash 那个结构啦，因为它是电阻而已嘛。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说 RLC 是被动元件，它只能做成电阻 MIM 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A 是热平衡状态。A 是热平衡状态，就是放在那边啥都不做的，不能加电压，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开始这边加正电压以后，加正电压，比如加正10伏，加正10伏加正10伏，它那个就会形成那个导电阻丝的形成，导电阻丝的诱发电压诱发电压那个比如说这边我们上面比如说叫 VTOP 加10伏好了。那个阻丝形成，然后 Vset 呢，比如说我这边 VTOP 加负10伏，那就是把它断掉，把这边断掉，把它断裂，断开锁链，把它之前不是很搞笑嘛，断开锁链，那就断掉，这叫 reset，那这时候我再给它形成，再把它再加10伏，然后再把它形成。再把它形成，那这个阻丝又再次形成，导电阻丝又再次形成，就是变成低阻态，低电阻的阻态。也就是说，在这之后，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循环，在这两个地方循环，就是很高，就是高电阻态、低电阻态这边循环，就会形成什么电子曲线，电子曲线。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边高低，你可以看这一半因为这个它有所谓的 R 论有分为双极的啦它是对称的嘛，因为它是 MIM 是对称结构，所以它有双极的现象，对称的左右对称，你翻过来是左右对称，因为它上下电极你怎么看都是一样嘛，所以你会量到对称的结构，所以你只要看一边的话就好，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电子曲线？左边也是个电子曲线，都没差，反正你要操作哪一边都可以啦。通常我们就抓一边，抓右边来操作，这就是一个电子曲线，有没有？那我们刚讲是用电压来分，这边是用电流来分，大家有没有看见？电流来分，高电流、低电流，高电流、低电流，那高电压、低电压、高电压、低电压都可以，都可以，反正你要有两个状态就可以了。那很明显就是要一个电子曲线。用电压、高电压、低电压、高电流、低电流都可以，高磁场、低磁场，磁子曲线、高电场、高磁场、低磁场，电子曲线、高电压、低电压，那个 R 高电流高电流、低电流都可以，只要有两个很明显的状态形成这个 hysteresis 的克服就可以了那这个 R 论的优点就自己参考一下R 论自己参考一下这个非常快速操作电流开关比很高可以耐很久因为这是电阻式的简单简单单纯那这也很耐用，MultiB 也是可行的。那 High-E 因为它真的结构太简单了，MIM 而已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那你哈弗尼亚海做厚一点就好了，真的非常耐用非常耐用。所以 R 论的话，
潜在性，Array 还有一些缺点，跟 Flash 比还有一些缺点，这我就不讲了哈，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好不好？缺点啊还是有啦，因为 paper 都只讲优点嘛，他不会讲他缺点，缺点给他去想一下，一定有他的缺点的哈。那考试不考了，不好意思，没有去想。我以前有想过，忘了整理了啦。有它的缺点，它有它缺点才不能取代 SSD 嘛，对不对？有啦，它不能，它是一个被动元件，它要 1T 1C 嘛，对不对？它要 1T 1C 嘛，1T 1C 它就不能，第一个你要它面积比较大，它要 1T 1C，这是就是它对了致命的缺点了，它要 1T 1C 啊。你 Flash 1T 就可以啦，而且 Flash 可以做300多层，它不行啊。1T 1C 只能做1层，所以它只能做什么 embedded 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它一个 cell 样样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叠成300多个啊，那你怎么跟 Flash 比？对不对？我是你的300倍强哎，你怎么跟我比？少一边纳两去吧，你去做 embedded 就好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赤字曲线那其他的什么 induce retention 一样就是至少要求10年10年10万次这样子，这基本的啦，这做得到，这都做得到好，那原则上就这一章就到71页那我尽量的我都是考基本原理，好不好？像我不会。考这个大概就是看图说故事我不会叫你去背这个图啦，那开什么玩笑，我都背不起来。我背不起来的东西怎么会叫你们背呢？是不是？那这个东西，这个考万一请你我优点，你就自己照抄嘛，对不对？这谁在背这种东西啦？是好真的吗？是不是？主要考这个原理，考这个原理，OK？考这个原理，考这个原理，原理最重要，原理懂了就什么就都懂了嘛。是不是还有这个原理，然后这个图会给你说明一下它应用在哪里，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好不好？一定都是考原理在学校一定是教这个基础的原理，有懂的原理什么就都会了，基本功练好，马步蹲好，其他外功花拳绣腿我要出去学，知道吗？好，现在到这喽，拜。